所有的设备，所有的人，按照您的吩咐仔细检查过了，保证没问题。启动仪式搞得这么大阵仗，袁经理这一次搞不好要高升了。高升？他还想往哪儿高升啊？现在距离启动仪式开始还有50分钟，请所有项目组的人员在10分钟之内放下手上的工作，准备启动仪式。好的，好的，去吧。来，大家准备一下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你说这怎么办呀？袁姐，今天启动仪式还等着你主持呢。哎呀，这时间也来不及回去换衣服了呀。小飞，把我车里的备用服装拿过来，我要换一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那祝你好运了。这个 Lisa 真是嫌事儿不够大。你穿多大码的鞋啊？我怎么觉得我这身衣服这么搭配好像不太顺眼啊？是有点奇怪，但是我的鞋太小，你应该穿不了啊。原来你试试我这双吧，虽然大了一码，但是总比小了几脚好。谢谢顾萨姐，期待你的完美表现。一会儿启动仪式就要开始了，你想办法拖住原来，小心不要让他出现在现场。去吧。好。原来姐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对了，你帮我找个充电宝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好，我去帮你找。哎，袁经理，林总找您有点事儿，想让您过去一下。现在吗？对，就在前面，我带你过去。好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事情已经办妥了。非常好。你赶紧离开这里。好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大家中午好！我是飞图项目2组的高级经理 Lisa， 也是本次活动的项目负责人。那么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启动仪式的主持人站在台上。这是一个自愿性参与的项目，凡是购买飞图公司的任意一款旅行产品，飞图公司都将为该产品额外承担保费。保费金额我正要问你呢，他没跟你在一块吗？我刚刚打过电话给原来姐了，她刚刚还让我给她借充电宝，她手机没电了，我里面全部都找过了，没有看到她。另外，国本集团也将正式冠名此次活动，从此刻开始，该活动正式启动。我们将此次活动命名为“国本绿图计划”，飞图将同步捐赠保费金额的1%，交于国本工艺部，用于植树造林。抵消形成中人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。我们希望通过国本绿图计划，启动仪式哪有女让我们的家园朋友重要？变得更加美好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代表飞图公司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，希望我们此次活动可以顺利进行。谢谢。原来。原来是我，竟然是你吗？原来是我，原来你慢点啊！没事吧？你怎么跑这里面去了？没事，我就是在里面待了一会儿，我得赶紧回去主持启动仪式了。
原来怎么了？ Lisa 刚刚已经替你主持了。难怪那个服务生会把我关在这个里面。你放心吧，这事我会替你解决的。算了，只要启动仪式能够圆满结束就 OK 了。人摆了你一道，把你锁到这个屋子里面，你倒大有无畏。那我还能怎么办啊？我只能公私分明啊。绿图计划毕竟是我的心血，而且又花费了飞图无数的人力和财力，我当然希望它能顺利进行下去。哎，季总，原来的演讲稿，你背得滚瓜烂熟的吗？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这还是您教我的。今天是我运气好，准备了这么久，终于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了。你跟原来呢，都是公司的骨干，我希望你们两个好好合作，知道吗？嗯，这点您放心。啊，对了，季总，这是今天所有的树苗捐赠表，等会儿我统计好数据，就给您和林总过目。好。给我放办公室吧，你先去忙吧。好，林小姐。林小姐你好，这是今天启动仪式现场所有的树苗订单统计，请您过目。初步统计已经超过了400棵，相信未来几天随着宣传力度的增加，这个数字还会不断攀升的。Lisa 是吧？是的，我是飞图项目2部的经理 Lisa， 你有什么需要，我随时愿意效劳。你今天在台上的发言我听了，挺精准的，以一次树苗捐助带动旅游地区的2次消费，这都是你的想法吗？不敢当，这个提案是我们整个项目部的劳动成果，我也只是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而已。今天你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，跟你的付出也是密不可分的。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好，那我拿回去看一下，今天辛苦了。行。等等，这份报表我还需要再审核一遍，才能交到您的手上。你不是去找原来了吗？他去哪儿了？发生了点小意外，不过已经处理妥当了。还有，这次以后，所有跟绿图计划有关的事宜会在稍后公布，所以不好意思啊，林总。有你把关，我肯定放心啊。那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我先去忙了。林小姐慢走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项目的策划案应该是1组的成果，怎么到你嘴里面变成2组的功劳了？靳总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，我只是救个场，按照原来的稿子念了一遍而已。难道你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大家解释，原来是怎么辛苦准备这次启动仪式，又是怎么在临开场前消失不见了吗？事发突然，不过也很蹊跷。开场之前，有个服务生把原来带去，说林总要见他，然后把他锁在储藏间里头。现在我找不到这个服务生人了，他人呢？不是，什么服务生，什么林总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是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这种小事来了？跟原来有关的事情，我一定追根问底，盘根问到。去把今天剩下的报表全部一次性拿过来给我。可是这些资料，季总已经看过了。季总看过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我这就回公司整理。这哪是新闻发布会啊？主角都没来，变成了 Lisa。哎，原来姐，原来姐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？我上哪儿都找不着你啊。临时有点重要的事情，所以……哎呦，原来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是不知道昨天那个 Lisa 有多气人，快气死我了，是不是？这项目明明是咱项目1部做的策划案，对吧？他倒好，独吞了功劳不说，昨天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，把他能耐的出尽了风头。知道外面人都怎么说吗？说这项目是他负责的，你说可恶不可恶？就是太可气了。只要项目能成功就好了，其他的无所谓。你们就不要愤愤不平了，咱们山高水长，有的是机会，怕什么呀？
袁来姐，以后咱们俩不会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。昨天项目启动仪式非常成功，文总已经把我的办公室搬到了楼上，当然也让我全面接手这个项目。你要不上去看看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你还是注意点自己的行为吧。唉，风凉话谁都会讲，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，自己最清楚。我最清楚啊。其实你还是挺可爱的，对吧？我现在呢，不仅不羡慕，反而我觉得也好可怜哦。我这还真不是讲风凉话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Lisa， 你的这份统计报告跟我的统计结果中间整整差了3个百分点。为什么？我如果没有将这份合同在你交给供应商之前拦下来重新算了一遍，你是打算让飞图背所有的锅吗？这不可能啊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哎呦，这么热闹，靳总也在。我们在处理公司内部的人事事务，要不你们2位先去会议室等我。啊，不用了。林总跟大家有些话说。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，无论是项目策划还是启动仪式，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满意，特别是启动仪式上的精彩表现。这里我代表国本工艺部感谢大家的用心，特别是袁来小姐，你辛苦了。接下来你要再接再厉，让我们国本绿图越来越好。林总，你可能搞错了，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我负责的，我们项目2组辛苦一点，这都是应该的。以后这个项目你还得多费心啊。大家都听好了，跟这个项目所有相关的人员，以后都归袁来负责。由我来负责？对，由你负责。大家加油吧！加油！好。Lisa， 跟原来办理项目交接。这是我的项目，我是不会交出去的。这不是你个人的项目，交于谁来负责这是公司的事情。还有，办理完交接之后，直接去找人事经理，他会帮你办离职手续。离职手续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你在公司被除名了，明白吗？凭什么？凭你在启动仪式前将原来关进了储物间，为了代替原来去主持启动仪式，雇了一个服务生，将原来反锁在了储物间里面。这时那服务生已经全部都做了笔录了。还有 SN 公司的拍摄计划，你扰乱剧组正常拍摄，置公司的利益于不顾。最重要的是我手上这份文件，里面漏洞百出，我有足够的理由开除你。要是不服，去找劳动仲裁去。一定是你指使他这么干的吧？你看你这副清高的样子，没想到你能干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来。你别以为你有他给你撑腰就可以事事顺利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尝到我的滋味，我等着看你笑话。Lisa， 我们的目的和初衷从来都不一样。你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玷污了别人的同时还玷污了你自己。我们永远不可能是一类人。明天10点跟马总定一下这个事情，一定要给我打电话。你也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故意等我啊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有点事情想跟你聊一下。什么事情神神秘秘的，不能在公司讲。上车吧。原来还没走啊？
我忙完这些就走。啊，我让公关部准备了一份现在市场上类似的公益活动，你参考一下。谢谢季总，我会好好看的。你做事的能力呢，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。但是啊，对某些事、某些人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啊，您放心，所有项目的数据和细节我一定会严格把控的。加油。为什么要让原来负责旅途计划？什么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能力啊。有能力的人有很多。是，有能力的人很多，但是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原来提议的，整个过程也是原来定的，那当然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说来有趣，我也就是最近无意间发现 ，SN 好像多了一个大股东，姓顾，而且恰好是在飞图与 SN 达成海外合拍协议之后，成为 SN 大股东之一的。怎么？你不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姓顾的吧？我不在乎那个人是谁，我只在乎他会不会伤害到原来。你是不是想多了呀？谁会伤害他呀？竟然，和你坐在这儿，让我想到了那年夏天，你和我还有 Alex 在迈阿密度假的时候。那一年，你非执意让 Alex 带病去参加那个什么夏令营，结果呢，在夏令营里面病得越来越重。我不过就是觉得一个男孩应该锻炼锻炼，我想让他快点长大。再说，我不想让我离婚的事影响到他。Alex 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行啊，你不用跟我说了，又是那一套，什么他现在经历的，你以前都经历过，是吗？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日本陪他？竟然，其实呢 ，Alex 长大了。对于现在这个年龄的他来说，我这个妈妈已经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有个好爸爸，能够给他一个好的榜样。Alex 他自己也经常提起你，我觉得在他眼里，我这个亲妈都不如你。我会找机会去日本看他的。原来也去吗？当然。竟然，你跟我去日本吧，我们一起去日本吧，好吗？那里有我们共同的事业。你我之间是战友，是好的合作伙伴。我希望我们两个以后会是更默契的朋友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永远都是战友。我永远都是你最信任的朋友。到现在，日本的公司我还给你留着职位，我等着你回来。其实在我离开日本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决定和过去的一切说再见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想？如果你喜欢旅游产业的话，我们可以开旅行社，我们可以开几十家，全国都可以开，全世界也可以开。你要是喜欢中国，我们可以在中国开分店，每年都回来几次。我回国看重的不仅仅是国内未来的发展，同时我也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人，我希望改变一种生活方式，去为他改变。竟然，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交易来等价交换的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我们就被紧紧地绑在一起，那些过去的事情它永远不可能过去的。原来他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如果他知道你以前做的那些事，你觉得他还会接受你吗？那些都是过去，即便他接受不了，
我也会一直这么等下去。这种平淡的生活你会觉得无聊的，我等着你无聊的那一天。不会有那一天的。话不用说的那么满，我等你。你在这站了多久？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忽然有点想你了。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你刚刚和他在一起啊？原来我好怕。你怕什么呀？你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胸有成竹、运筹帷幄吗？你高看我了。其实我也有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我担心我自己用最大的努力，最后仍然没有办法将你留在我身边。我担心我们两个相恋10年，最终抵不过的是那些是是非非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很怕，因为我的那些发生的过去无能为力，这才是隐藏的我。我担心你知道那样的我之后会选择不要我。不会的，因为我相信你，相信你不会做过分的事情。静然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心怡姐，季度考核结果出来了，咱们组啊是全公司第1名，而且总监说有加薪呢。你看，平时辛苦加班，领导虽然不说什么，但全都看在眼里的啊。总监估计很快就要找你谈话的。再说了，咱们副总监的位置空了那么久，早该让你顶一下了，对吧？哎，总监来了。艾米，你们俩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好。谢谢总监。走吧。心怡，来坐。总监，我听说季度考核结果出来了，你们小组这次成绩是真的不错。我刚刚跟每个组员都谈过了，该提升的提升，该加薪的加薪。当然，这次好成绩跟你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的。谢谢总监的肯定，我们会再接再厉的。正所谓胜不骄，败不馁，继续加油。哎，你还有事吗？总监，我不明白，我拿了第1，我的组员都得到了升职加薪，难道公司对我只有一句继续加油吗？公司一直对你是有意栽培的，否则也不会把大区经理的位置留给你，对吧？当然了，你不接受是另一码事，
公司尊重你的选择，毕竟你迎来了你人生新的阶段。我明白了。说来说去，因为我怀孕的原因，所以我失去了升职加薪的机会，是吗？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升职公司是跟你提过的，是你自己拒绝的。至于薪资嘛，你现在的薪资已经是这个级别的最高标准了，再怎么升呢？不然你就去跟人事部谈一下吧，看看他们能不能调整一下这个薪资标准。我拒绝大区经理的职位，是因为那个职位需要频繁的出差，而我现阶段无法胜任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不可以在原来的组织架构里面继续前进。原来的组织架构？你说的是副总监吧？的确，目前副总监的位置还是空缺的。我也不瞒你说，在你收到大区经理的调令下来之前，你一直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但是公司努力的员工特别多，我们必须确保给每一个人公平竞争的机会。公平竞争？难道我的成绩不是公平竞争得来的吗？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你的情况我会跟领导再协商一下。你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，我相信机会还会有很多的。喂，你叫我过来不会是让我看你现在技术到底有多差吧？今天搞活动，美女打球半价，这么好的事情，我当然得跟兄弟分享，以慰藉你寂寞无聊、心仪加班的夜晚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人对半价的东西不感兴趣。半价的原因无外乎两种：一，质量差的残次品，急于销售来减少损失；二，就是那种外表华丽，为了让你这种贪得无厌的人陷入陷阱。你还能好好说话吗？我就是在好好告诉你，占便宜这几个字不会出现在我的字典上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知道了。哎，就是你，一看就是已婚妇男的气场，带衰我的桃花运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心有所属的男人会对异性的吸引力大幅下降。哎，我再声明一次啊，是沈双双喜欢我，而我的心是属于这片花园的。那做兄弟的也送你一句话：你的这片半价花园，总有一天会害死你。嘿，当初可是你让我趟上沈双双这趟浑水，要不是我奋不顾身替你去相亲，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桃花奶奶呢？你替我去相亲，我应该谢谢你，我还拿了2个镜头做代价呢。但是我怎么不记得我让你去爱上她？谁说我爱上她了？你不要散播谣言啊！自己刚刚陷入围城，恨不得所有人都为你陪葬。我必须得重申一下，我不是陷入围城，我是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你永远不会理解2个人的相思有多么的甜蜜。而且一会儿心仪他，等等，先别打1号球，打5号球，那个我觉得更容易一点。哎，真棒！喂，原来，集团董事会的王总今天刚刚抵达上海，出于礼貌，我想我得去拜会一下。这样一来，我中午就来不及跟你和林珊开会了。我看要不然采购的事情你直接跟他对好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已经把新的预算发给你了。是这样的，抛去基金会、旅游局、电视广告等一系列的开支，
70万的预算能购买7万棵树苗，覆盖的区域大约是在4万平方公里。怎么会才有7万棵树苗啊？市场上3年期的树苗只要不到5块钱，我们怎么要花1倍的价钱去采购？那这里面其他的开支竟然占到了总预算的1半吗？没办法啊，各种流转的环节太多了。宣传和物料我已经做到最低了。不过你说，预算的总数字，文总他会有意见吗？我觉得，要不然我跟文总再去申请一下吧。喂，喂，清然，再追加130万，总共200万的预算来做树苗采购。你说什么？喂，能听到吗？哦，还有，移植海外原产地的成年果树可以形成自然景观，拿这个去和兰镇当地政府谈吧。好的。那你那边没问题的话，我就以这个价格去跟林山沟通了，好吗？还有一件事情，注意身体，劳逸结合。我知道了。为什么不接这个案子？这个男孩有全套的设计图纸，很明显就是塞恩斯公司剽窃了他的设计啊！就算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这案子赢面太低，这些图纸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证据。就算赢了，那个设计师也付不出多少报酬。更何况塞恩斯是个大集团，我没有必要为了一棵树而对抗整片森林。可我偏偏就喜欢挂死在一棵树上。亲爱的，外滩有家新的法式餐厅开业，今晚有没兴趣？别说你要加班啊，位置我都已经订好了。我已经吩咐厨师，所有的菜品是全熟。我同意您说的，我觉得价格就改成200万吧。好，既然已经说过了，之后就由他跟林山直接沟通。行，好。就这样啊。好。对不起，严总。顾小姐，这是急着去跟林山开会吗？金然呢？数字都跟他核对过吗？他去见集团董事的人了，数字跟他已经核对过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到时候你跟林山开会要有什么问题，你跟我说。我跟林山是死党，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。好，我走了啊。里面请。先生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求婚戒指有没有特别一点的？啊，这是我们的最新款极木系列，不仅非常闪耀，而且钻石的每一边都有独特的含义。您送给女朋友啊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就要这款了，10号大小，帮我包起来。好的。丁昂，
竟然救我老婆！终于救我老婆了！丁儿，我老婆！丁儿，出来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肉麻了？那我要为我们俩弥补一个成功的求婚仪式。那我们不是都已经领证了吗？没求婚，会有遗憾。你知道我其实不在乎这些的，但是我不在乎。但其实丁儿，我真的是……其实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我知道你对于身份的改变有所顾虑，你会想的有很多，你会想到很多不确定因素，而且你也担心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会带给你困扰。但是你想想，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接触到婚姻，难免会遇到一些磨合的问题，是吧？我知道我不够好，但是我会去努力做一个好的丈夫，我会努力去把我所有的爱都给心怡。我想当你的家，你不会再孤单一个人，然后有你的地方，我都在。许心怡，嫁给我吧。我手写对着我的方向风雨，不过只为声音，最后剩下的只有几片去的土地。这条路，如果我们要走过，咱们能看到最美的烟火。就像你说的，婚姻这条路我们谁都没有走过，但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世界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交易来等价交换的。从美极收购那件事之后，我们两个人就被牢牢地绑在一起了。那些过去的事情永远不可能过去的。原来他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觉得他知道你以前做过的那些事，他还会接受你吗？
因为我相信你，相信你不会做过分的事情。既然，我爱你。原来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从我身边离开了。你明天晚上干嘛？一起吃饭好吗？好啊，去哪儿吃？我等你，明天见。竟然，走，什么事？我觉得这个第3季的财务报表有几个数字不太懂，你帮我解释一下。怎么了？靳总，您约的人到了。哦，你让他们等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关于第3季度财务报表，我想季总那边应该会比我更清楚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让温雅帮你约一个会，你可以跟季总面谈。我约了重要的客人，先是赔了。星爷，哎呀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孩子都快出生了。我可是牺牲了我的午休时间特意赶过来的，赏点笑脸好不好？没吃饭吧？挨个拿饭。我看是你饿了吧？快去吧你。好，咱俩说。哎呀，你们可真是高效率啊！说求婚就求婚，说结婚就结婚。不过这个丁奥也太不仗义了吧！求婚那么大的事情，不叫上我们几个朋友来围观围观，是不是太不仗义了？那么想看求婚啊？找静然去啊，这静然浪漫起来不比丁昂差的。哎，他人呢？他工作忙着呢，说今天晚上要找我吃饭，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。我们家丁昂跟我求婚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真的？真的。Hello， 又见面了。你好。我要一杯卡布奇诺。好。所以呢，他们通过很多的途径，然后稍等推断出种种线索。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？那你看这里，那 KNW 是怎么赢得这场官司的？先生，因为法官采纳了他们的证据啊。你看这里啊，先生，还有这里，还有您的咖啡，这就是赢的关键。所以说他是这样推断出来他主观知情的。对啊 ，KMW 通过邮件往来的内容啊，推断出被告对侵权一事是主观知情并有意为之的。所以法官就采纳了他们的证据。这样呢 ，KMW 最后就赢得了官司，明白了吗？你再仔细看看，这些证据之间呢，他们都有关联的，所以他们利用到这些证据之间的关联，知道了吗？双双，早上给你那2份合同改好了吗？我上午就发给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收到。你现在上去再发一遍给我，我急着要用。现在是午休时间。赵律师是吧？一直有听双双提起你。我叫 Peter。Peter。你的朋友好大力啊。做公关公司的吗？
之后我有些女客户要招待，一定要找你帮忙。赵律师，这个就是我前天跟你提到的 Peter， 亚洲前10律师事务所 KNW 的合伙人。前2天我的花都是他送的。哦 ，Peter， 你不要介意，我师傅他就是这样，平常呢喜欢开玩笑，然后脑子也不太正常。我这英文名是我师傅 Michael Lee 给我取的。赵律师，幸会。哇塞，原来你的师傅就是那个战无不胜的大牛 Michael Lee 啊！果然爱民师出高徒，你好厉害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师傅就很差吗？至少我有一家律师行，我父亲还是院长，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民法考第1。我们继续聊啊。好。我们刚才说到这一点，你记住。在这里。沈双双，你是几个意思？你怎么随便拿公司的资料给别人看？赵承志，你再仔细看一看好不好？这个是2016年 KNW 替塞恩斯公司打的侵权案，搞清楚好吧？赵律师，这个资料是我带过来的，双双她有兴趣，我也正好有空，就一起讨论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案子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要是我参与你们公司的案子，你会开心吗？23分06秒午休结束，差1秒回来，我就罚你。脑子晚的了。可能画面再收一点。好的。对，再收一点。没有问题。哎，怎么样？哇塞，你这一身也太美了吧！我都忘了当年那个刚入校的时候丢了包包的徐心怡是什么样子的了。你还说呢？当年还好有你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全部家当都在那包里面。对啊，我当时拼了命的给你追回来的，累死我了。真好看着。要不这样吧，今天你也把婚纱选了，反正你跟金然跨了嘛，咱们4个人一块结婚。你就净胡说八道吧，我还早着呢。不过我现在呢，还真是替你开心。难得你这个白骨精有不要命的唐僧愿意收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替你敲锣打鼓，高声欢唱。哎呀，满满都是羡慕的声音啊！哪有？我都听到你那颗恨你家的心咚咚咚的跳了。你就等着吧，到时候你就奶粉啊、尿不湿啊、宝宝啊，我就在朋友圈里面晒旅行、晒美食，你就羡慕嫉妒恨吧。放心，到时候我先拉黑你啊。哎，帮我看看，特别好，但我怕我这肚子不行，挺好的。月来，你不要多心啊。我本来作为公司的股东呢，我是不参与这些具体的项目的。但因为林珊是我好朋友，他最近又忙不开，所以我就是帮忙负责这个国本绿图计划。您本来就是我们飞图的股东和董事，没必要跟我解释那么多。这是我们飞图近1年来做过的所有100万以上的合作，您看一下。一共16个项目，有10个都是静然主导的。他果然还像以前那样出类拔萃。你知道吗？他那个时候在日本参与并购的项目有23个，资金大概超过500亿美金。我还真是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日本的事情。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低调，这是他的优点，也是他的缺点。在职场嘛，你要是不吆喝，老板怎么可能看得到你的价值？你说是吧？也不全是吧。我觉得只要努力做事，老板还是看得到的。我记得当时他做的最出色的就是帮汉光收购了美极。美极当时是一家新兴的科讯公司，市值有540个亿，他用了160亿就收购了。消息公布当天，汉光的股票涨了120%，竟然就是竟然，挺厉害的。他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个说来就话长了。职场嘛，收购的这些事儿，总免不了一些血雨腥风的事，不太适合你这样单纯的小丫头听。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细节吧。
塞恩斯的侵权案，我做了一份和解方案。我不是说过不接这案子吗？你不想接，无非就是2个原因：一是不赚钱，二是怕得罪塞恩斯。我查了此前的记录，就是你上次在餐厅见到的。2016年，同样也有一个设计师告塞恩斯侵权，他委托了 KNW 替他打官司，历时1年3个月，最后获赔了300万，同时要求塞恩斯向设计师登报道歉。判决那天，塞恩斯的股票下跌了5个百分点，直接利益损失超过了3000万。这跟我们接不接这个案子有关系吗？这个记录说明什么？说明塞恩斯有了前车之鉴的惨痛经验，不会再蠢到第2次掉到同一条河里，也绝不会愿意再打一次官司。如果那个男孩去找了 KNW， 那么对于塞恩斯而言，这又是一场噩梦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可以劝那个男孩和解，那么塞恩斯对我们肯定会感激涕零的。对塞恩斯这样的大公司而言，时间跟名誉才是关键。所以在这份和解方案里，我提出了500万，他们肯定不会拒绝的。10%的回报，我们可以拿到50万。这样的两全之策，师傅您觉得还满意吗？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我是同意双双的提议。这个地方再给你，做好之后交给我。好，拜托你了。Relax， 啊，你过来一下。我想问你啊，你以前有没有听说过汉光收购美极的案子？汉光和美极公司？当然听说过了，那是圈子里著名的大 case 啊。当年美极公司被莫名其妙做低估值那么多，汉光可是捡了个大宝贝。估值还能做低呢？傻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当时听说那个汉光的大老板雇了一个牛人，就把这个牛人呢安排在了美极成为高管。在一次公司重大项目上，这位高管故意犯了错误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引发了山洪效应。最后呢，在短短1个星期内，公司市值被砍掉了2/3。2/3啊，什么概念？后来呢，汉光就趁机吸纳，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样结局了。还可以这样啊？这可是商业犯罪啊！商业调查科都已经介入过了，可是不论直接的或是间接的，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来显示是这位牛人故意犯的错误。而且呢，在公司重大决议上，所有的签字署名上都是人美极老板凯文的。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唉，最惨的呀，还是人美极老板凯文。后来受不了刺激，自杀了。他太太也没过多久跟着一起走了，听说是得了抑郁症，就留下一个10岁不到的孩子，是个小女孩。你说说这一家3口，多可怜！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哪怕这件事情会让我生气，也不许瞒着我。他做的最出色的应该算是帮汉光收购了美极。美极当时是一家新兴的科讯公司，市值有540个亿，他用了160亿就收购。
消息公布的当天，汉光的股票涨了120%。职场嘛，说过的这些事儿，总免不了一些血雨腥风的事。我担心我自己用最大的努力，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将你留在身边。我担心我们2个相恋10年，最终抵不过的是那些是是非非。我在餐厅等你。我为什么要相信别人对他的评断？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当面说开。先生您好，您点的菜还要上吗？稍等一下，谢谢。先生，如果再不上的话，我们厨房就要下班了。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，当年美籍那件事，我只想你告诉我，那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当年那件事情的确和我有关。没想到你是一个那么冷血的人，我看错你了。原来我当年并没有想过要去伤害别人，所以当年那件事情，你真的要相信我，那真的就是一场意外。你居然只是一句轻飘飘的意外，是不是在你的价值判断里，生意大过天？生意没有大过天，可生意本就是生意。我唯一做错的事情，就是没有能够阻止凯文自杀。你太让我失望。原来，哎呦，忙着呢，林总。
大忙人有空来看我了。这不是觉得这几天怠慢你了，给你带点礼物过来赔赔罪。算你还有良心，还能想着我。结账，放进去吧。不过这可不够啊，今晚上你得请我吃大餐。我要吃剥了壳的龙虾、新鲜的虾子面，还有鲜酿的扎皮。这顿饭呢，我还是请得起的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个国本绿图计划怎么样？袁小姐找过我了，她把项目和计划都交到我这儿了，我打算明天就去筹备。200万的果树，这是一个多壮观的景象！到时候再好了，一定要带我看看啊。200万，我收到的订单只有70万。啊？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是来找我们靳总吗？我找你们文尚德。林珊，听说公司批的订购预算是200万，可是原来给我的只有70万，这期间的130万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打算新闻稿一出去，说国本绿图准备投200万，可是大家发现只买了7万棵树苗？你们是想让我们公司背这个黑锅吗？林珊，这当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是这样的，一开始我们的预算的确是70万，后来我特意向文总追加了130万。除了小树苗之外，我们还订购了一批成年的果树。林珊，这个订单你没有收到吗？这么关键的数字也会出错吗？你我都不是职场新人，你拿这个来搪塞我，你想袒护谁？林珊，你有事说事儿啊，别扯不相干的人。顾萨，这个项目就是因为你，我才100%不设防。这个原来说什么我信什么，没想到他给我挖这么大一个坑。这130万去哪儿了？啊？是不是被他私吞了？林总，袁经理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们公司有意思啊，都袒护他是吧？那我吃的亏，我找谁申诉去？雷总，先别生气，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你们所有人都是一伙儿，当然会互相包庇了。我不喜欢跟这样没有诚信的公司合作，这个项目我退出，不做了。林珊，你冷静点。顾思啊，你太善良了，你不适合在这个公司。哎，这人来的时候那么激动啊，会不会吵起来啊？挺吓人的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个林珊刚刚气冲冲的就跑去文总办公室了，还一副要吃人的样子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等哪天被晋然给卖了，你还当他面数钱呢。林总，在整个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我建议你先不要这么武断。晋然啊，我应该也算了解你吧？你以前不是这样，怎么回到国内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之后，就这么是非不分、对错不明了？顾萨，啊，行，我知道，你先回去，啊。袁经理，文总让你上去一趟，帮我拿下。这叫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要叫袁来姐上去啊？哇，这肯定不是发工资、发奖金这么简单了。哎呀，有事儿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原来，公司批了200万，你跟林珊怎么只签了70万的订单呀？200万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没有听说啊。现在林珊已经决定退出绿图计划了。这样吧，
先把绿图计划暂停一下。暂停？我们启动仪式搞得声势好大，媒体也是铺天盖地的宣传。现在说暂停的话，那飞图不是闹笑话吗？好了，我去找林珊再聊一下吧。竟然，你是不了解林珊吗？他那个脾气，他做了决定，谁能拉得回来？月来，我相信你应该是没有囤那130万，这当中到底有什么误会？发生了什么？能解释一下吗？我也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拿到的数字的确是70万，70万的预算能够买7万棵树苗，覆盖的区域大约是在4万平方公里。预算方面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会跟文总再去申请的。那你那边没问题的话，我就以这个价格去跟林珊沟通吧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得查一查。我现在没兴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你们去想想怎么解决问题才是关键。顾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件事儿绝对不会影响第4季度的业绩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我跟进的每一个环节和数据都是透明的。这件事中间肯定有误会的，我一定会查清楚前因后果，并尽力弥补。我听说这个汉光公司的大老板当时雇了一个牛人，就把这个牛人呢安插在美籍，成为了美籍的高管。在一次公司重大项目上，这位高管就故意犯了错误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引发了山洪效应。最后呢，在短短1个星期之内，公司市值被砍掉了2/3，而且呢，在公司重大决议上，所有的签字署名上都是人美籍老板Kevin的。后来呢，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站在这儿，也不能解决问题啊。我只是想冷静一下。原来，你是我带进公司的，从一个新人慢慢成长，到现在成为一个职业经理，我相信你。我调查过了，这个神秘的 Miss Gu， 她的身份背景跟那顾董非常相似。她加入 SN 之后呢，没多久 ，SN 就自动找飞图合作。很多事实跟证据放在我们的面前，物是人非。有时候这时间呢，会彻底改变一个人，明白吗？喂，Peter，我刚回到公司。面试通过了，那什么时候去报道啊？谢谢你啊，Peter。干嘛？你要离开公司？为什么？你在这里做的不开心吗？你要去 KNW 吗？那里不过是名气大一点。问完了吗？好，我给你解释的机会。我干嘛要解释啊？莫名其妙。哎，好，我是你师傅，是你带教的老师，我必须知道你的想法，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安危。安危？你这牛吹的也太大了吧！就像你说的呀，你只是我师傅，我没有必要事事都向你交代。就算是我要离开政治，我也只需要按正常的流程给你发邮件，我没有必要此刻站在这里跟你解释吧。你进我们公司签的是实习合约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，你要辞职得提前1个月告知，并且不能去我们的竞争对手。KNW 什么时候成我们竞争对手了？你也太自不量力了。合同上没有写明，我说是就是。你说是就是啊！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？是啊，我是变了，这不是你希望的吗？我退回到了同事跟师徒之间该有的分寸，
你应该欢欣鼓舞，四海同贺才是啊！我后悔了。你后悔什么？我不希望只做你师傅。双双，我喜欢你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要做你男朋友。赵长之，这一次可不是我逼你的，是我心甘情愿，是我自愿被你绑住。喂，你搞搞清楚啊，是我被你绑住，我桃花很旺的。你不去了？去哪儿？KNW。谁说我要去的？是我跟 Peter 推荐了我那个室友，他通过了面试，所以 Peter 打电话过来报喜。不过你说我室友都能通过面试，要是我也去的话，你说会不会？不许去！我喜欢被你缠住，死死的缠住。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。我不希望10年之后的自己去后悔现在的我，后悔不懂得珍惜你，不懂得紧紧抓住你，不懂得爱护你。从今往后，我要陪伴你到天涯海角，直到世界终结。原来，我们好好聊聊好吗？聊什么？美籍还是预算的事儿？当年那件事情的确很复杂，凯文的死更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那预算的事儿呢？我和你确认过，你别和我说这也是意料之外。预算上的事情我没有书面跟你确认，的确是我的过失。但是我电话中真的当时跟你提起过的。不可能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忘记？我的确记得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，当时的预算的确一开始是70万，后来我跟文总追加了130万，总共是200万。靳总似乎很擅长把别人带进自己的圈套，然后全身而退。你什么意思？200万变成70万，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拿这件事情来陷害飞图吗？我是飞图的一份子，我为什么要陷害飞图？是吗？你曾经不也是美籍的一份子吗？对待美籍和飞图完全是两回事。有区别吗？你现在不也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吗？而且那个利用的对象就是我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在你眼中就是一颗可以达到你最终目的的棋子啊？原来，就算我真的要陷害飞图，
我也不可能利用伤害你的方式去达成我的目的。是，今天的我跟从前可能是有一些区别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。没有变过？对不起，我已经没有办法相信你了。原来，昨天在这等了你晚上，就是希望能把这个戴在你手上。戒指很漂亮，但并不适合我。既然，我们分手吧。我深陷对他不能好像风铃，不过只为输赢，最后剩下的只有孑然而去孤独背影。你一直让我什么都告诉你，而你呢？你和顾萨过去只是合作伙伴吗？戒指很漂亮，但并不适合我。既然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以为我们已经过了轻易说分手的阶段，为什么你对我的信任还是只有这么一点点？季总，哎，丽萨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事？季总，我求你帮帮我吧，我真的没有弄错数据，是靳然，是他故意设计陷害我的。你说我来公司也这么久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他凭什么这么对我呀？你也先别伤心了啊！你想想，会不会是误会啊？不可能！自从他来到公司，就处处看我不顺眼。他这次一定是故意的，他就是为了给原来拿到项目。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那么不要脸，偷了我的数据资料来陷害我。季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我向文总求求情，我真的没有做错事。丽萨，现在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，靳然在文总面前可是大红人，我说的话有用吗？可是我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被冤枉啊！这笔账我找谁算去啊？谁给我评理啊？好了，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啊！趁这个时候呢，好好放个假，
这件事啊，我再帮你想想办法。有什么消息，我再通知你。谢谢季总。原来，就算我们分手了，你也没有必要躲着我吧？你误会了，我并没有躲着你。原来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好，我同意你说分手。我们需要留时间给彼此去了解对方。但我希望我们依然可以做朋友，好吗？我们只适合做同事。可我不仅仅想做你的同事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找个人。这瓶酒帮我放到前台好了。给你带了瓶你最喜欢的酒 ，Patriots， 搁前台了。收买我吗？我不吃你这套。我这怎么能算得上是收买呢？再说了。你要是真的那么容易被收买，我还至于带着他过来坐在你面前吗？你的性格我了解，旅途计划这件事情，你仍然在气头上，这个我知道。等你一切都想明白了，这事说不定也就过去了。那天我的确是很冲动，但这件事情确实是你们飞图的问题。预算差那么多啊，你怪我发脾气吗？我明白，这次问题的确是出在我们，所以我这不向你负荆请罪来了吗？你知道这件事情一旦搞大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我怎么跟我基金会员和董事交代？他们会认为是我串通你们飞图来搞欺骗。不是我不跟你合作，是我觉得我们国本基金没有保障。我明白，我也理解你说的一切。这次的确是沟通上面的失误，而且所有的问题的确是出在我们这一边。但是林珊，你认识我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应该知道我向来是一个权责分明的人，我不会愚蠢到去触碰这件事情的底线，瞒报慈善款项。这样不仅会得罪了我们的合作伙伴，同时对你对我们飞图来说半点好处都捞不着。我图什么呀？我们既然决定一起合作旅途计划，我们就是利益共同体，说白了就是捆在一条绳上拉着。但凡有一方，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飞图出现了丑闻，这对咱们彼此双方都是面上挂不住的事情，或多或少都会是一种伤害。所以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次的项目，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而且你也绝对无需质疑。你说原来姐这次不会有事儿吧？难说。你又不是不了解原来姐，她怎么可能贪污嘛？所以说你傻吗？说你年轻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不懂啊？你是不是昏头了？逗你的。你要说那个 Lisa 我还相信，原来姐100%没可能。哎，说不定真的是那个 Lisa 干的，她故意留了一个错的预算数字给原来姐，存心报复飞图。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那原因就是他。
嚼舌根嚼得很过瘾是吗？啊？哎，丽萨，你看我们不知道你在这儿吗？要不然我们能这么说吗？我不在这就可以胡说八道，随便给我扣帽子啊？啊？怎么着？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们啊？谢谢你们让我听见，不然我还不知道在背地里你们给我扣了多大一个罪名呢。你凭什么泼我咖啡啊？你在这翻是非污蔑我，我泼你咖啡算什么呀？说你怎么了？你没做过还怕别人说啊？我告诉你，小飞，我从来就没有做对不起公司的任何事情。既然说我给的报告错了3个点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啊？这很明显是竟然为了包庇原来在陷害设计我，这笔账我还没讨回来呢。靳总绝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少在那信口开河。哟，你怎么知道他人品那么高尚呢？我告诉你们，绿图计划就是靳然和原来联手起来一起贪污公款的项目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这是诽谤！你以为全世界都跟你一样无耻啊？我无耻？我看你嘴不干净，眼神不好，你这脑子又坏掉了吧？你去问问全公司，谁不知道原来上尉不择手段出卖色相啊？就你傻不愣登的还相信他们？丽萨，你这有点过分了。我再傻，我也知道不能相信你这种破坏公司项目的叛徒。亏了原来姐在抓到你破坏培心岛项目的时候还帮你求情呢，你根本不配。你懂什么呀？这个项目本来就是季总安排给我的。你哎，好了，不嫌丢人啊！行了，公司还好混，赶紧走吧，走吧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还有什么顾虑吗？有。我要求我们的项目由你直接对接。那当然了，我本来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要不然，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坐在你面前？既然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知道我说的意思。你也体谅我一下，我是不会抛开原来的，但是我可以做到，也再次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和他一起来与你沟通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好，我大人有大量，看在萨姐的面子上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继续合作。接下来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赵律师，塞恩斯的和解书收到了。哇哦，双双，你这次做的非常不错，值得赞扬。你过来一下，我还有另一个案子给你看。好的，师傅。双双，我真的有个案子给你看，我觉得非常适合你，而且你会非常。师傅，我这次表现得这么好，你给我个奖励呗。嘘。你等我一下。哦，不够。同志，咱们下午那个会。我说你有你忙，这个敲门呢？不是，那个我忘了带文件啊，你们继续啊，继续。我就想说啊，你们在律所里有完没完？咱们得尽快找到替代灵山的合作方，以免消息公布以后对咱们的股价产生影响。是啊，这么小的一个误会，怎么会搞得这么严重呢？是我沟通不力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也是第一次跟进这种公益项目，更何况你只是听靳总的指令在做事而已。
我认为，靳总跟林珊的关系这么好，这种小问题，他会找出解决的方案的，是吧？当然。对了，靳总，你这2天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因为国本退出，你压力太大？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分担。有劳季总费心了，不过我看这事完全没有必要。找到新的投资方了？没有，但是我已经说服林珊了，他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这么快？好啊。原来，你看，靳总果然有办法吧？啊？好吧，那既然这样，那就配合原来继续跟进下去啊！辛苦。好。靳总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我已经跟林珊那边都说好了，他决定跟我们飞图再度合作。同时，绿图计划那边，你也不必再担心什么了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。还有，我从来都不想跟你做朋友或者同事。我很感激你能说服林珊重新合作，但只怕你对我的期望实在太高了，我恐怕不能胜任。